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分割图片的插件 Input Anything 这款插件。说到分割图片，大家第一想法应该是这个 Segment Anything 这款插件吧？那这两个插件它有什么区别呢？像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款插件，它同样会去使用 Segment Anything 的模型等等，但是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款插件，它比 Segment Anything 语义分割这种分割要更精准一些，而且它的元素识别也更精确一些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嘛。比如说我点开这里的图生图往下滑，我们打开这个 Segment Anything 这款插件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去上传一张图片。我想把这个衣服给识别出来，那我这里就启用Grandino。然后这里我输入 clothing， 我想把这个衣服弄出来，然后点这个，分割好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里有3个图片，那你在这里去选择最好的那个，我就觉得最后这个是分割的最好的，然后它上边这个就是它所对应的蒙版了，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这个通道。当然最后这一张图呢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是整体的一个衣服，但是你如果想把这个衣服拆分开来，就是说分割的话，那可能这个插件有点困难了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个插件，同样我们把这个图片上传到这里，然后点这个 Run Segment Anything。好，你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，它不同的元素区域由各种颜色去区分开的。你可以看到衣服这个地方，它也是分为好几个板块的。那你可以选中这一个板块，就是点这个笔这里，可以去选中这个粗了，就是这个板块还有这个板块，它是可以去组合选中的。然后我们再去创建它的蒙版。你可以看一下这里，然后我们再点就是创建它的蒙版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分割出来的这张图，所以我们在这里是可以去组合的去生成它的一个蒙版的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它识别的也更精确一些。它的一个使用方法我等会儿再给大家去具体说一下。那这个插件它怎么去安装？我们点这个扩展，从网址安装，这个地址我会分享给大家，就在我的视频的说明栏里。你把这个地址在浏览器中打开，来到这个页面之后，你点这个绿色的图标，然后这里有一行命令，你复制好了之后，回到 Stable Diffusion 这个页面，然后把这个命令粘贴到这里来。粘贴好了之后，点这里安装。安装好了之后，它这里会出现一行就是安装的一个地址，然后再点击这个已安装，应用并重启就可以了。这是第一种方法。第二种方法就是同样是在这个扩展里边，点这里的可用加载次。我这里做演示，我就要把这个勾选掉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，这个地方就不用管它，你直接来到这个页面之后 ，Ctrl 加 F， 然后在这里去输入这个插件的名字。去搜索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 Input Anything 这个插件，然后你点这里安装就可以了。安装好了之后，同样是点这里已安装，然后应用并重启这个插件就可以了。然后这是第二种方法。第三种方法呢是点这个，来到这个页面之后，我们点绿色的图标，然后点这行命令，复制它在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找到 WebUI 的一个目录。来到这个目录之后，我们找到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，点进去，在这里鼠标右击，在终端中打开，然后来到这个页面。当然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在终端中打开，你可以在这里输入 PowerShell 或者是 CMD， 按 Enter 键，同样可以进入这个窗口。然后在这里输入 Get Clone。把刚刚那个命令粘贴到这里来，粘贴好了之后，你再按 Enter 键进行运行，它就会自动下载这个插件的，就是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款插件。这里我就不运行了，因为我已经安装过了。这是第三种方法。第四种方法就是来到这个页面，然后点击这里的 Download 这个下载它的压缩包，下好了之后解压后的那个文件。
你同样是放到这个 extensions 这个文件夹来，就是这个文件。放好了之后，重新启动你的 Web UI 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到这个页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插件该怎么去运用哈。那么你安装好了之后，你要在这里去下载，就是它的模型 Segment Anything。其实它是有3个模型的，就是这个以 H、L、B。这3个模型你可以选择去下载，这个是最大的，然后 B 结尾的是最小的。那我的是30708G 的一个显存，我就是下载的这个中间的这个 L， 勉勉强强能跑。如果你是低于8G 了，那你就乖乖的下最后一个吧。如果你的显存比较高，那你就下载第一个比较大的，它识别的也会更精准一些。那我就下载的是这个，你选好了之后点这里 download model， 它就会下载这个模型了。你可以在后台看到它的一个进度条的。然后下载好了之后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上传图片，记得是这里。我们上传这张图片吧。然后我们点这个 Run Segment Anything。好，你看到右边这张图，那么这张图它不同的区域都用不同的颜色给表示出来了。那这里的话，你想去分割哪个部分，你就去选中哪个部分。这里的笔刷你可以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。比如说，我想选择这个上衣，我就选中它就可以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组合选中，这样组合选中。如果你选错了，你可以点这个返回，也可以点这个直接清除掉所有的一个选中。然后我想分割这个上衣，我想替换成另外一个颜色，比如说灰色的这样的一个上衣，那我就选择它。然后选中之后，我们下边去创建蒙版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的话选中的一个部位，它是用白色这样去选中的。然后下边有2个按钮，这个呢它是点击一次就可以让蒙版的边缘向外扩增1圈，应该是向外扩增1个像素。然后你可以去调节你想选取的一个部位。然后下边这个呢，就是比如说它这里选取的时候，它可能选取多了啊之类的，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笔刷这样去选择你不想要的，然后再去删除掉，就是这样的，明白了吗？然后你再看到这边有几个选项，这个呢是重绘，它这里有正向提示词，也有反向提示词，你可以在这里去填。比如说我想要灰色的衬衣，那你就在这里填灰色的衬衣。然后反向提示词不用我说，这里的高级选项就是我们常用的采样方法、迭代部署等等之类的，你可以设置。然后这个呢，它是大模型。这个呢不好的一点就是它只能用这里的这个大模型，它不能用自己的一个模型，这个就不太好了，效果我觉得很一般，所以这个东西我没有用。然后再有个这里头它也有一个 CtrlNet Input 这样的一个功能，这里同样是填就是正反的一个提示词，然后这里的高级选项，然后都可以进行设置。然后这里你也可以看一下，它 Input 的3个预处理器都有。然后它的效果我也觉得有一点一般，它这个插件最有用的我觉得是这个，就是它的一个蒙版，然后你可以 get mask 点这个去获得它的一个蒙版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蒙版没有好的话，你可以去点这个进行扩充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你再点到这个图生图的 input 里边去，它就过来了，它是上传到这个 input 上传蒙版这里来，然后在这里你去调节各种的参数，我觉得效果要好很多。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就想它是一个灰色的衬衣职业装，然后这里我就用一个通用的嘛，反向提示词。然后下边你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设置。然后我是要设置这个，就是重绘这个衣服，那我就是重绘蒙版内容。然后这里我可以选择填充，然后仅蒙版可以选择这个。然后下边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行了。比如说我这个就默认吧，就默认。然后这个大小肯定是跟上边这个大小是一样的，你可以点这个直尺，
它就会把上边的这个尺寸上传上来了。然后下边这里我就默认吧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去添加 CTRL-NET， 然后去启用这个 Input， 然后我们就使用这个 Input Only 吧。然后我们点这里生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它会把这个衣服变成灰色的衣服。好，生成了，我们一起看一下。就是这两张图的一个对比，这个就是把白色的衬衫换成了灰色的衬衫，这个就是做替换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可以用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个插件去很好的去控制我们想换掉的那个部分，比如说像你做室内设计啊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其他部分我觉得还不错，但是就是有一块然后生成的不是很好，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插件，然后把它分割出来，就是像这样，然后去重绘这个板块。就是这样的一个功能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。除了这个，我们还可以就是保留这个衣服，比如说像你做电商的，对吧？然后你想保留这个衣服，然后去把这个人给替换掉，就重新去换一个模特。那这个怎么去做呢？我们也是把这个衣服先分割出来。然后我们重新去创建蒙版，然后这个蒙版你可以看一下，像腿这些地方，它这些地方是我不要的，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点这个笔刷去调整它的一个大小，然后我们这些地方是我不要的，我就把它涂掉。然后我们把它删掉，可以看一下它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是这两个功能，我们同样在这里去获得它的一个蒙版，可以看一下。然后，当然这里还有一点。这个地方就没有了。然后我们把它发送到图生图的，就是 Input 这边来，可以看一下，它就在这里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先去选择自己想要的模型嘛，我就国风3吧。然后再往下，在这里我们要去选择，因为我们想保留这个衣服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重绘其他的黑的部分，所以我们是重绘非蒙版内容，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我们可以选择原图。然后全图可以选择这个，然后下边的一些参数你就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可以了。采样方法我就换一个吧，换成这个。采样迭代步数我就30步，根据自己需求去设置就行。然后我勾选这个面部修复，大小这边就是这个大小了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设过了这个大小。然后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给高一点，就是跟我们的提示词相关联一些。然后这个地方我就等它这样吧。然后这个 CTRL-NET 我们可以同样去启用第一个 CTRL-NET，然后去启用这里的图，我没有上传，它就是参照这里的图。然后下边我们点这个局部重绘，我们就用这个 Input Only 吧，然后就用这个，其他的我们就默认。然后接下来下边这个第二个通道，我们要把这个图片上传一下。去获取这个人物的姿势，就是让这个人穿这个衣服穿的合适一些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可以点启用完美像素，点这个 Open Pose， 你可以去点这个爆炸图标，去看一下它的一个预览图，可以看一下这个姿势获取的还行。然后你觉得这个姿势不行，你想换，那你可以点这里编辑，然后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编辑它的这个。就是骨骼图这些，当然你也可以在这个3D Open Pose 啊等一些就是姿势的编辑器里边去进行，都是 OK 的。然后我这里就默认这个吧。然后其他这边我们就用这两个通道，然后再往上，我们就要去写提示词，就是你的背景啊、人物啊这些，你要去描述一下，对吧？那我这边我就用我之前的。用我之前的这个提示词，这个根据自己需求去写就行了。然后我就写的很简单，然后就是白色的背景，然后再去描述了一下这个人物。你可以看到这里，可以看一下吗？就是这个地方，
我是用的那个反推提示词弄出来的，反正就挺简单的。然后这个地方你就用一个通用的一个提示词就 OK 了，就是反向提示词。然后如果你想多几个的话，你可以去生成多个批次。当然，如果你想脸型比较好，因为生成全身图它那个容易崩图嘛，然后这里像素也不是特别的高，然后可以启用这个就是脸部修复的这个插件，你可以看我之前的一个视频，然后启用它，然后这里我们就选择这个真人的这个脸部的一个修复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手部的修复，然后这里我就不选择了，因为选择太多，等会儿它那个会比较慢。然后我们再点这里生成，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。好，生成的你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图的一个对比图，我们就把原人物的这个衣服穿到新的这个人物上边来了，你可以看一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让 AI 模特然后去穿上了我们自己喜欢的一个衣服，就是这样的。大家可以下来去试一下这个功能，当然你也可以去添加你喜欢的一些 Laura， 就是这个地方，然后去穿上你喜欢的衣服。就是这个，那我觉得这个 Input Anything 这个插件呢还是非常有用，大家下来可以去试一下。今天的一个分享就到这里。